大家好，我是刀马行为，今天我们来讲一拳超人的234话。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 UP 主一下吧。上回说到索尼克日常找光头打架，结果呢又被一拳给干翻了。此时他正躲藏在一栋废弃的大楼里养伤，不过直觉敏锐的索尼克察觉到了有人来找麻烦。果然是上集也出现过的烽火兄弟，他们估计是觉得闪光那边根本就打不过啊，准备先来解决实力比较弱又负了伤的索尼克。结果狠话都还没有说上两句，两兄弟就被人从后面偷袭给放倒了。令人意外的是，这出手的两个人好像是烽火兄弟的同伙，他们对两兄弟擅自行动的事情非常不满，并且他们的打扮也是异于常人。然后号称漫画界中的爆菜名场面就出现了，大量千奇百怪的角色一口气都涌入了房间里，开始向索尼克做起了自我介绍。我是来自无情的42期，暴力的 Force， 破坏的 Destroy， 雷鸣的 Thunder， 疯狂的 Mad， 混沌的 Chaos， 子弹的 Bullet， 暗黑的 Dark， 杀戮的 Slaughter， 幻影的 Phantom， 绚丽的 Melody， 色彩的 Color， 一瞬的 Moment， 震动的 Vibe， 冰封的 Freeze， 天空的 Sky， 惨叫的 Scream， 彩虹的 Rainbow， 均衡的 Balance， 以及肌肉的 Muscle。 听完了这么多人的介绍，索尼克人都麻了。我靠，你们搁这儿上英语课了？这些人的称号前缀跟后缀的意思完全一样，那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更糟糕的是，他们都是忍者村的毕业生啊。索尼克作为最后一届终结的44期，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人啊都是他的大前辈。眼前这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忍者们自称为天人众，也就是比忍者里面最高等级上忍还要牛逼的存在啊。这不对吧？这群大叔看起来就像是从隔壁灵能跑过来客串的一样，那完全感觉不到像 S 级英雄的那种强者气息啊。要我说啊，就是他们的造型太老土了，穿成这个样子上街啊，绝对会被大家当成搞笑艺人的啦。不过说到打扮，最重要的还是颜值啦。索尼克内心顿感大为不妙，敌人的数量太多了，而且都是有实力的专业人士，而对方此行的目的似乎是来拉拢他的。烽火兄弟呢，此时正嘲讽天人众只会依靠人多来胁迫对面，结果下一秒他们两个就被天人众处以极刑，这也算是在索尼克面前杀鸡儆猴了。接下来暴力的福斯开始讲述起他们的计划。忍者村以前是不允许学员们互相结盟的，但是时代已经变了，因为那位大人他复活了，所以曾经那些被埋没的忍者们又有了新的目标，他们联合起来准备颠覆这个世界。索尼克大为震惊啊！你说的那位大人难道是？没错他就是曾经忍者村的创始人，被称为史上最强的希诺比。在15年前，那位大人在与爆破的激战中遭遇重创，此后他一直长眠于赛亚人的治疗舱里，天人众们更是将那位大人奉为首领。如今他已然是重获新生。当年忍者村覆灭的罪魁祸首就是爆破和闪光，于是乎天人众准备先拿闪光祭天，再去找爆破算账，最后再一举统治地球，创造一个全新的忍者世界啊！你们这个计划听起来就很自不量力呀。不过嘛，按照他们的布局，天人众现在需要索尼克去做诱饵啊，把和他同期的闪光带到这栋设好了埋伏的大楼里面。当然，在人数如此悬殊的实力压迫之下，那索尼克根本就没有拒绝的权利啊。趁着索尼克还在思考要怎么应对的时候，我们还是来看看本片的另一位主角闪光在搞什么吧。上集说到他和光头跑到协会的地下室里面来找爆破，没想到大忙人爆破今天居然有来打卡上班呢，并且协会现在还在秘密研究解除怪人化的方法。你说的这个方法该不会就是指电疗吧？光头突然发现，这实验室里面的怪人长得好眼熟啊！没错这是他在参加武道大会的时候，那几个吃了好几手里面怪人细胞的武术家。但是实验好像进展的并不顺利，怪人们被电了过后都极度虚弱，并且晕倒了过去。一旁的大眼仔也是被吓了胆战心惊，等会儿该不会我也要去做那个电椅吧？不过说起大眼仔的身世，他好像是从大囧眼身上分离出去的原生怪人啊。
了，所以就算做了治疗，大概率也变不回去了吧。就在这时，一个熊宝宝怪人居然强忍着痛苦爬起来，主动要求被电了。光头一行人都看愣住了。这个人是被称为向日葵道场的温柔护身术哈姆吉，他每个月只向学员收取2000日元的超低价学费，并且是个连女人和小孩也会传授他们武术的温柔猛男。我靠，这不是海贼王里面大雄的设定吗？他此时眼含热泪的表示，我道场里的学员都将希望寄托于我，可是我如今却变成了如此丑陋的怪人，我绝对要变回以前的自己啊！来吧，请大力的电我吧！然后呢，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过这次工作人员表示怪人化明显有了好转的迹象，所以爆破这边初步得出结论：人类和怪人之间的状态转变，关键就在于意志力。那越是不坚定的人越容易失去心智。虽然你说的好像很感人的样子但是当年大雄在吃怪人细胞的时候，嘴里面可是一直在抱怨着我已经不想再搞那个什么武术道场了，根本就赚不到钱嘛。如果能够随心所欲的生活就算变成怪人我也无所谓了。所以说又是我最喜欢的洗白环节了嘛。不过闪光才不关心这些杂七杂八的琐事呢。他今天来找爆破的目的就是想问清楚关于神明的事情，因为就闪光所知，自己出生的忍者村似乎也与神明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爆破对于15年前的往事将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我们下回再来分解吧。本话结束。